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們要來深入探討一場正在發生，卻可能已經漸漸淡出我們視線的革命——緬甸危機。我們代表的是緬甸人民，而不是發動政變的軍政府。這句話是緬甸駐聯合國大使覺莫吞在政變後不久，冒着生命危險在全世界面前講的。這句話可以說為我們今天的整個分析定下了一個非常清楚的核心調性。讓我們先把時間拉回到一個關鍵的日期，2021年的2月1日。就在那一天，緬甸軍方無預警地發動政變，把翁山蘇姬這些民選領袖全部逮捕，整個國家一夕之間就陷入了黑暗。這個時間點是我們理解後面所有事情的基礎。好的，那今天我們會用5個部分來拆解這場危機。首先，我們會看看政變至今將近4年的時間，緬甸人民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接着，我們會看到一場真正的人民革命正在發生。第三，我們要問的是，國際社會為什麼好像都沒什麼作為？第四，我們會來看看緬甸人民心中未來的藍圖長什麼樣子。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他們到底需要哪4種具體的支持？好，我們馬上進入第一個重點：一場政變，4年的黑暗。我們來看看，當一個國家的母主被偷走之後，人民要付出多麼慘痛的代價。首先，請你記住這個數字：330萬。這不是一個冰冷的統計數字哦，這代表的是超過330萬人被迫逃離自己的家園，流離失所。你想想看，每一個數字的背後都是一個被撕裂的家庭。再來是28000，這是被軍政府任意逮捕的人數，很可能只是因為他們發表了不同的意見。這代表整個社會的言論自由基本上已經被完全扼殺了。最後這個數字更讓人心痛，超過5000名平民，而且這還只是經過確認的死亡人數。一個國家的軍隊用致命武力對付自己的人民，這就是緬甸正在發生的事。那麼在這種統治下，一般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子？你可以想象，每天都活在恐懼裡，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公共服務像是醫院、學校，幾乎是全面崩潰。經濟呢，受到嚴重衝擊，通貨膨脹高到嚇人，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更可怕的是，軍方還會用戰鬥機去轟炸平民的村莊，最近甚至開始強迫年輕人去當兵，把他們推上火線。不過，在這麼深的絕望裡，我們卻也看到了希望的火光。接下來，我們進入第2個部分：人民的革命正在發生。這是一場真真正正由下而上、由人民自己發起的抵抗運動。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最關鍵的一點是什麼？就是在幾乎沒有任何外來實質幫助的情況下，緬甸人民展現了極度堅定的決心。他們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終結這個軍事獨裁。這種決心不是光說不練，而是直接反映在領土的控制權上。我們可以把緬甸的國土想象成一個100分的圓餅圖。現在，革命軍已經控制了將近一半，也就是44%的區域。軍政府呢，只剩下32%，剩下的24%是雙方還在激烈交戰的地方。這個數據變化非常驚人哦，它告訴我們，軍政府早就失去了絕對的控制力。而且這些進展不是只有象徵意義耶，革命軍現在已經實質控制了跟中國、印度、孟加拉還有泰國的幾個關鍵貿易通道。這代表什麼？這代表他們正在從經濟命脈上一點一點地削弱軍政府的實力。好，這就引發了我們第3部分的思考了。既然人民革命有這麼大的進展，那國際社會呢？為什麼他們的行動總是看起來這麼軟弱無力？我們必須很直接地問一個問題：
這個世界真的有在幫忙嗎？我們來對比一下就知道了。一方面，聯合國跟東協都說要停止暴力，要執行5點共識，聽起來都很好。但另一方面，現實的結果是什麼？是完全沒有任何進展。所有的決議案都沒有強制力，所以危機還在惡化。這就像醫生開了處方簽，但根本沒人確保病人會去吃藥，那張紙最後就是廢紙一張。那麼，緬甸人民真正需要的幫助是什麼？他們的要求其實都非常具體跟務實。第一，武器禁運，不要再讓武器流進軍政府手裡。第二，制裁航空燃油，讓軍方的飛機飛不起來，就沒辦法再空襲平民。第三，針對性的經濟制裁，直接切斷軍政府的錢。最後，把整件事送到國際刑事法院，追究他們的戰爭罪。儘管現實很殘酷，但緬甸人民並沒有因此放棄對未來的想象。接下來，我們進入第4部分，來看看他們為國家規劃的未來藍圖。他們想在這一片廢墟之上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國家？他們追求的最終目標叫做聯邦民主聯盟。這個詞聽起來可能有點複雜，但簡單來說，就是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確保緬甸國內這麼多不同的族群都能夠享有平等的權利跟高度的自治。權力不再集中在中央，而是下放給地方。但是，要實現這個藍圖，有一個最大也最根本的障礙，就是現在的軍事獨裁政權。覺莫吞大使說得非常清楚，它就是這場危機的根源。如果這個根源沒有被拔除，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和平可言。好了，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既然我們知道了問題的根源，也知道了未來的目標，那最後一步就是通往勝利與和平的具體路徑哦。我們來看看他們需要哪4種支持。這裡有4個非常關鍵的支柱。第一，幫助他們終結獨裁，這包括在政治、外交和技術層面去支持抵抗軍。第二，提供人道援助，而且重點是援助要能夠直接送到需要的人手上，不能再經過軍政府。第三，削弱軍政府，透過全球協調一致的制裁，斷掉他的錢、他的武器、他的航空燃油。第四，否定它的合法性，絕對不能承認軍政府辦的任何假選舉，不能讓它在國際上漂白。總結來說，緬甸人民的核心訴求其實很簡單，他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夥伴跟支持者，能夠一起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旁邊看戲。這也給我們每一個人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反思。當自由與暴政正面對決的時候，選擇當一個旁觀者，這真的是一個選項嗎？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看到了緬甸人民在長達4年的黑暗中展現出驚人的韌性，他們靠着自己的力量，正在一點一滴地收復失土。但他們現在非常需要國際社會的實質幫助，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能夠切斷軍政府金流跟武器的具體行動。這不只是為了緬甸的未來，同時也考驗着我們每一個人，在暴政面前，我們到底選擇站在哪一邊？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